柴八戒换上黑龙的特工服，要将事情在今天了结。大寿圣诞夜将要前往教堂祈祷，黑龙交给可可和阿钱暂管。正在看电视的右叶接到了一则短信，大寿离开之后，可可表示不管做什么决定，他都会追随阿钱。阿钱问他是不是为了那个约定，但可可一吐舌头，说自己早就忘记什么约定了。千冬在刚入东莞的时候是个非常傲气的刺儿头，他不服除了场地以外的任何人，很快就和场地的一番队员冲突了起来。场地看到之后，把千冬摁在地上暴打了一顿。他警告千冬不许破坏队里的气氛，既然千冬是因为崇拜他才进的东莞，那就只看着他的背影，只追随他就好了。如今场地已死，千冬追随的人变成了武道，决战将在今晚开始。武道坚信只要阻止八戒杀死大寿，摧毁黑龙之后，就能迎来圆满的未来。千冬将场地的树衣带托付给武道，武道也再次发誓一定会背负起这根树衣带，不断向前奔跑。热身完毕，两个人和西小半斤会合。武道知道这次行动他不能依靠 Mackie， 也不能向阿金三谷求助，依靠不了东莞的任何人，只能由他们4个人做个了结。4人来到教堂，武道猜测八戒已经在里面了。按照计划，他会独自进去说服八戒，剩下的人迎击大寿。只要能说服八戒，所有人就能迎来美好的未来。武道走进教室，如他们预想的一样，八戒果然就在这里。对于武道的到来，八戒同样很吃惊。他把那些事告诉武道，只是为了证明他的决心。如果武道敢阻挠他，他会连武道一起杀。武道并没有被吓退，他知道八戒是在骗人，他会把烦恼告诉别人，是因为还无法下定决心。他知道独自的大寿已经让八戒无路可走了，只能杀了对方。但是杀人这个选择是无法保护到任何人的。八戒不是想要保护姐姐右叶吗？八戒生气地吼着武道，他又懂自己什么？饭吃不好会被揍，忘记打招呼会被揍，骑得比大寿晚会被揍，在大寿不爽的时候，光是对上眼睛都会被痛扁。这就是柴家的日常。他让武道马上滚开，不要过问自己的家务事。但武道突然开口说自己昨天和日向分手了。他父亲弱小还没骨气，是个无药可救的傻瓜，但日向却喜欢那样的他，所以为了保护日向，他什么都愿意做，但他绝不会去杀人。不管再怎么痛恨对方，不管其他选择再怎么痛苦，他都不会做让日向伤心的事。难道八戒做这种事会让右叶开心吗？难道又让右叶看着他成为杀人犯吗？八戒愣住了，不是因为武道的话，而是因为武道身后出现的人。大寿居然在这时进入了教堂，武道傻眼了，嬉笑他们怎么没拦住大寿？大寿对两人的出现非常暴怒，八戒更是二话不说抽起刀子刺向大寿。而原本应该在门外拦下大寿的嬉笑，却在此时反水了，他联合半剑把千冬绑了，然后潇洒离开。原来嬉笑从一开始就不配叛武道，他只想好好欣赏他们什么都做不到的样子。教堂里，八戒被大寿轻松掐着脖子制服。大寿觉得八戒只会装腔作势，他有点期待八戒是真心想杀了他，如果是真心的，就应该闭嘴从背后捅刀子。眼前这个局面让武道慌了神，大寿进来就代表嬉笑叛变，八戒刺杀大寿失败，但现在危险的人却成了八戒。武道大吼一声让大寿住手，冷汗直往下冒。他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大寿，但如果不想办法，八戒就要死了。而他一开口，大寿就扔下八戒，径直走向了他。这已经是他第2次插手柴家的家务事了。面对逼到眼前的大寿，武道害怕的浑身颤抖。而这时大寿突然挑衅八戒，现在他的背后毫无防备哦。紧接着一拳揍飞了武道，这一拳大寿用了5成力，武道当即飞出老远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他之前被很多人揍过，但是大寿的力量截然不同。武道意识到自己真的会被大寿揍死。大寿掐起武道威胁八戒，如果再不动手，他就要了武道的命。他问武道知不知道八戒为什么要杀了他。当武道回答出是因为他折磨右叶后，大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说着就要讲出八戒的秘密。八戒根本就不是他想的那种人。而就在这时，右叶突然从鞋子里冲过来，一刀捅进了大寿的后腰。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。大寿放开武道，给了右叶一拳，他没想到右叶居然会伤了他，单手抄起长椅狠狠砸到右叶面前。右叶说自己来救八戒了，他会让这一切结束。八戒不明白右叶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，他还以为是武道告的密，但右叶却说是嬉笑将这一切告诉了他，是嬉笑怂恿的右叶捅大寿。武道突然明白了，难道这个时间线上的八戒也没有杀大寿？他就说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八戒就刺杀失败了，也就是说真正杀死大寿的不是八戒，而是右叶。武道呼吸急促，难道这一次他又没能阻止吗？然而等大寿脱下衣服，武道才发现这道伤口很浅，右叶无声无息的靠近，然后用尽全身力量捅了大寿。本来干得很漂亮，但还是失手了。武道的一声大喊让大寿有了防备，所以这一刀并不致命。但大寿异常的愤怒，右叶和八戒居然要杀了他这个亲哥哥，他可是为了他们粉身碎骨的家人呐！右叶坚定的反驳，大寿根本不在乎他们姐弟，而是一直在用家人的名义束缚他们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。话音刚落，大寿对着右叶的正脸狠狠一拳，即使是亲妹妹也丝毫没有留手。然而右叶还没哭，大寿就突然泪流满面。为什么神虫要考验他，还让他手刃心爱的妹妹？